歡迎來到奇幻角落，我是瑪麗莎。你知道捕夢網嗎？大多數人把捕夢網當成一種裝飾品，但捕夢網原本的用意是用來攔截噩夢，只讓好夢通過。在今天的故事裡，捕夢網不但幫主角小薇攔下了困擾她很久的噩夢，甚至還攔下了別的東西。只是小薇不知道，那個被攔下來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。小薇最近半年常做噩夢，而且是相同的噩夢。她總是夢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房間則和現實中的房間一模一樣。夢裡她看到一個不知道能不能稱作人的人，那個人很瘦，沒有頭髮，全身布滿鱗片，總是倒貼在天花板上，像是一隻大壁虎。只要那隻壁虎人發現小薇在看他，他就會慢慢朝他爬過來。小薇在夢中極度驚恐，想移動，身體卻完全動不了。最後，她總會在極度恐懼中醒來，然後就無法再睡，也不敢再睡。當然，這也就影響到她白天的生活。工作時一直昏昏欲睡，讓她很苦惱。她嘗試吃了一些幫助睡眠的營養品，也看過醫生，但效果有限，睡眠只會正常幾天，然後又開始做噩夢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也難怪小薇會買下那個捕夢網了。那是一個週末，小薇和朋友去逛廣場市集，其中有個攤位的老闆打扮得像吉普賽女巫似的，桌上的牌子寫着塔羅牌算命、開運水晶、轉運飾品。小薇看了一眼那個老闆，只因為覺得他的吉普賽裝扮還蠻好看的，結果就被叫住了。小姐，你最近睡得不太好吧？你怎麼知道？我黑眼圈很明顯嗎？你是不是一直做噩夢？你怎麼看出來的？我能擺攤當然是有這門事啊。來，你需要這個。老闆從攤位後面拿出一個捕夢網，那個捕夢網看起來舊舊的，賣相不太好，難怪沒有擺出來。這個是捕夢網，可以幫你攔住噩夢。這只是一種說法吧？不就是一個裝飾品？我賣的不是裝飾品哦，我賣的是真正的捕夢網。怎麼樣，不試試嗎？遇到我，算你運氣好哦。一身吉普賽裝扮的老闆真的像個女巫，她盯着小薇的雙眼，像是能催眠似的。小薇竟然真的掏出錢來買下了那個有點貴的捕夢網。很好，記得一定要掛在床頭，不可以拿下來，也不可以換地方，知道嗎？好。還有，如果你發現捕夢網的網線開始變鬆，就要盡快來找我。為什麼？再買一個新的啊，才能延續效果。那天回到家後，小薇才好像清醒過來。她看着手上那個舊舊的捕夢網，覺得很荒謬，竟然為這個東西噴了那麼多張大鈔。老闆還說什麼網線變鬆了就要再去買一個，笑死人！一定是那個老闆手上存貨太多，想用這種說法騙客人多買幾個吧。雖然小薇認為自己一時頭腦不清才會買回這個捕夢網，但既然錢都花了，就姑且試試吧。睡前，小薇照老闆說的，把捕夢網掛在床頭。她躺在床上，挑剔地看着，真不好看，而且一定會沾灰塵，不要害我鼻子過敏。漸漸的，小薇睡着了。她醒來時，已經是隔天星期天早上接近中午時分了。小薇驚訝地看着時鐘，不敢相信她竟然安安穩穩地睡了這麼久。她仔細回想着，真的耶，她昨晚不但沒有做噩夢，而且是什麼夢都沒有做，就是一夜好眠到天亮。小薇好久沒有這種神清氣爽的感覺了。她看着床頭的捕夢網，真的有效嗎？還是只是巧合？小薇就讓捕夢網繼續掛在床頭。第二天，她沒有做噩夢，第三天也沒有。接下來的一星期、一整個月，那個之前困擾她的壁虎人噩夢一次也沒有出現。小薇非常高興。難道這個捕夢網真的那麼神奇？還是只是心理作用？管他的，反正只要不做噩夢就好了。時間很快過了一年。有天，小薇買了新床單，也換了同色系的新窗簾，整個房間看起來煥然一新，讓她心情非常好。只是，怎麼有個地方怎麼看都有點不滿意啊？小薇的視線落在床頭的捕夢網上。經過一年，原本看起來就舊舊的捕夢網變得更舊了，羽毛變得稀稀疏疏的，網子的線也鬆了，真是越看越不好看。啊哈，原來就是這個東西的問題，又舊又破，降低整體美感。小薇真要把捕夢網拿下來，這時才突然想到老闆說過，一定要掛床頭，不可以換地方。可是因為那時候有在做噩夢，所以才一定要掛在床頭吧？現在都沒有做噩夢那麼久了，拿下來應該沒有問題了吧？小薇這樣說服自己，然後就把捕夢網拿下來，改掛到房間角落。她的想法是，這樣至少還是掛在房間裡，也可以吧？
那天晚上，小維開心的在換了新床單的床上睡覺。不知睡了多久，他被一個聲音吵醒。那個聲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是從房間角落傳來的，像是有人在撕扯什麼東西。小維打開床頭燈，朝聲音來源看去，一眼就看到那個捕夢網正在搖晃，而一隻手自從捕夢網的網線中慢慢穿出來。小維愣住了，以為自己眼花。他揉揉眼，再看，他沒看錯，又有一隻手從網線中穿出來。那一雙手的手指細細長長的，覆滿了鱗片，現在正抓住捕夢網的邊緣，用力往外撐，然後一點一點的，一個頭擠了出來。那個頭上光禿禿的，沒有一根頭髮。噩夢裡的壁虎人就這樣出現在小維的眼前，真真實實的。小維嚇得無法動彈，眼睜睜看着壁虎人脫離了捕夢網，縱身一跳，倒貼在天花板上，一步一步朝他逼近。小維從噩夢中驚醒，他全身冷汗，心臟狂跳。他立刻打開燈，看向角落，那裡捕夢網似乎在微微晃動。小維已經很久沒有做這個噩夢了，但是他可以確定，這一次的噩夢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逼真。他可以感覺到那個壁虎人的氣息正逐漸靠近他，他甚至可以聞到鱗片散發出來一種腥臭的味道。不確定，如果再做一次同樣的噩夢，他還能順利醒來嗎？還是會從此就困在那個噩夢裡？小維走過去拿下捕夢網，他這才想起來，老闆還說過，如果網線變鬆，就要再買一個新的，才能延續效果。小維終於再次回到那個世紀廣場，找到那個吉普賽女巫裝扮的老闆。老闆，我要買一個新的捕夢網。這個捕夢網捕捉到的，真的只是噩夢嗎？還是其實捕夢網是因為困住了那隻大壁虎，小維才不再做噩夢？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故事，請按讚、熱推，也分享給你喜歡聽驚悚故事的朋友。期待你的留言，記得要訂閱哦。奇幻角落，我們下次見。